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看了孙红雷、张若昀饰演的男特工，才明白程毅在生前差在哪里。对照分析，尖锐且未曾摆脱的偶像负担。程毅主演的首部谍战剧生前已正式上线，热度迅速攀升至第1名。可以明显感受到程毅的号召力有多么强大，不是程毅的实力有多么出色。在生前的官方评论区，我看到了一些反馈，如男主的演技不能接受，需要提升再回来，为了29岁的程毅而来，太令人兴奋了等等，意见纷繁复杂。其实是差评如潮啊。云红得知日本间谍子爵要见的人正是从长沙的军统中偷取作战图纸的曲文志，他来到上海准备将这些图纸交给日本人。在此时，云红想要暗杀他，以消除后患。程毅的眼神既坚定又犀利，然而嘴巴却有些嘟囔，仿佛里边塞着2个鹌鹑蛋。而他的头发蓬松，看起来似乎曾经使用过夹板。我们就这么说吧，可以稍微放下偶像的包袱，这是部谍战剧呢。此时，心中愤怒的云鸿深正在质问父亲云木之，为何不向他揭示真相。程毅的五官显得有些扭曲，尽管能察觉到他的怨恨，但整体面容却显得丑陋，不仅影响观感，也缺乏阳刚之气。因此，心智尚未成熟的云鸿在父亲的暗示下，被肚子隆起的管家锁进了房间，以免他打扰到云木之寻找昆吾的计划。原本怒气冲冲和不屈的场景，怎么在程毅的表演下，却变成了一副咬嘴、翘嘴、扭曲的像个流氓的模样，真的让人很失望。此外，程毅通过一种强硬且阳刚的踢门姿态，表达了云鸿内心深处的愤怒与倔强。在整个过程中的程毅脸庞未曾显露，但仅从他那利落、干练且富有节奏的动作来看，还是颇具观赏性。然而，一旦程毅的立体面容显露出来，那种偶像剧的氛围和帅气的姿态便随之而来，瞬间就让喜欢谍战剧的人打消了兴趣。明明是云鸿深和日本人对着彼此指枪的情景，怎么程毅的脑袋却要倾斜到肩膀上，真让人无法直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程毅依然是歪着头的样子，真的不怕把脖子扭伤吗？尽管云鸿深的姿态无论多么英俊洒脱，他还是孤身一人被日本人逮捕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生前中，程毅表现出的狠辣与桀骜不驯的形象，都是通过挤眉弄眼和撅着厚嘴唇的姿态来展现，一直没有改变。不得不提的是，观赏了程毅的表演后，我只想表达一句：趁着这一刻，请好好珍惜吧，别轻易毁掉这来之不易的观众缘。观众尖锐评论：程毅的演技真的是不怎么样，表现糟糕。一些观众坦言，我真的搞不明白程毅是怎样走红的。讨论桀骜不驯、绝地逢生以及不甘的正确理解方式。在谍战深海之惊蛰中，张若昀展现出潇洒的风范和强大的气场，极具男性魅力，同时又毫无偶像负担。就像那些流氓一样，窝里无能的陈山在众人面前被欺负时，额头上紧绷的汗水几乎能把脸洗干净。尽管张若昀的表情显得有些慵懒和胆怯，但他不甘示弱，言辞犀利，让人感觉十分过瘾。当陈山化身为国民党成员肖正国时，张若昀没有说一句话，仅凭一个斜眼和微微上扬的嘴角，将紧绷的气氛推向了极致。说实话，张若昀的眼睛虽然不大，但传达的信息却相当到位。肖正国凭借其出色的智力赢得了领导的信任，但在遭遇同事嫉妒和举报后，他冷静应对，以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反驳，十分精彩。明明清楚张若昀是在台词演绎，但他表现出的自信与从容，让人眼前一亮，
完全看不出有压力的迹象。暗豁，萧正国在阐述完反驳的理由后，一脸严肃，逻辑分明。他那微微撅起的嘴唇和带着一丝幽怨又坚定的小眼神，看起来还挺可爱的。不得不提的是，在一个严肃且表面上显得糊涂的场景中，张若昀凭借出色的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观众们热情评论，张若昀参演的谍战剧实在精彩，快叫上朋友一起来追吧。提到掌握了明白装糊涂这一表演技巧的演员，不得不提潜伏中的孙红雷。就像余则成第一次去接翠萍，他们还是不熟悉的陌生人，通过暗语交流的情节，孙红雷那迷惑的小眼神真是绝了。此外，余则成对李涯看似轻描淡写地说着千万别这样的平静话语，但孙红雷惊恐的眼神和大张嘴的样子已经让编者感到一阵鸡皮疙瘩直立。用堪称可怕的鬼片来形容，实在是太不够恰当了。老实说，孙红雷即使不发一言，仅凭那冷峻的眼神和面孔，就能完美展现出狠厉与犀利的精髓。2008年热度飙升的《潜伏》，小编就更无需多做赘述了。无论何时，小编随便看到一段潜伏的情节，都能发现孙红雷的表演总是那么到位，他的演技始终出色的赞赏。对比泪水表演、情感渲染以及与家人的关系，在观看完程毅、张若昀与孙红雷激烈对抗的场景后，再看到他们柔情似水并令人感动的泪流满面的哭戏，更加明显地体现了流量与实力的差异。就像孙红雷脸上的毛孔清晰可见，而程毅的面容则显得非常光滑。就像云木之为了拯救云鸿深时，被狙击手射杀的那一刻，程毅在哭戏中展现了他的舒适区，十分放松。整个过程都能目睹程毅的大嘴撕裂、扭曲的面部表情，以及满脸泪水和鼻涕横流的情景，逼真程度可想而知。当程毅抬起头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流露出真实的伤心与痛苦情感。观众感叹道：“程毅的泪水真是太动人了，看着让我心里也很难受。”当程毅在哭戏中展现演技时，他身上的偶像包袱就彻底去除，实在令人赞赏。就如同云鸿深在自责时不停地打自己巴掌，程毅的脸上则能看到颤动的肉体和清脆的声响，实在震撼。然而，程毅在摆脱舒适的哭戏后，演绎孙子与奶奶之间亲密的情节时，显得非常尴尬和做作。明明是云鸿深呈现了云老夫人健康形象的场景，怎么被程毅演绎后却变得这么250随意呢？实在让人失望。遗憾的是，程毅引以为傲的哭戏，只要是用心演出的演员，都能展现出强烈的共鸣和代入感。正如谍战深海之惊蛰中的情节，萧正国在心爱之人张离去世后，沉浸在颓废与回忆的氛围中，四周看去，尽是满怀伤感、泪流满面的痛苦场景，非常真实。甚至，悲伤的萧正国能清晰地看到张若昀脖子上凸起的经络，真是让人心有灵犀。如果说张若昀的哭戏表现得极为激烈，那么孙红雷在潜伏中的情感则是隐忍而克制的。当左蓝牺牲时，余则成掀起覆盖在他身上的白布，那一瞬间的震撼让他不由得往后退，非常赞赏。尽管孙红雷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出一句话，但他眼中的隐忍与僵硬的姿态，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余则成内心深处的不敢置信。不得不承认，孙红雷虽然面容显得嚣张跋扈，但在儿女情长之际，他那憨厚傻气的表情令人心疼，极具共鸣。直到今天，在《潜伏》一剧中，翠萍与余则成在街对面互相凝视，目光传情的场景，尽管他们不得不忍耐而不能走上前去拥抱，仍然会让小编感到湿润的眼眶。用这是我见过的最佳谍战剧来形容他们的演技，似乎还不够贴切。
观看了身前谍战深海之惊蛰和潜伏后，我不得不承认，在哭戏方面，程毅、孙红雷和张若昀的表演都极具感染力。不过，一旦回到尔虞我诈、斗争频繁的情节中，程毅就显得有些刻意做作和耍酷了。